红州的佛州州府迈阿密市长如今也迎来了民主党人，川普的支持率屡创新低，其实就是最现实的证明，也是下个阶段川普执政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给自己的选民提高福利。这也就构成了中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要知道啊，无论是蔡英文还是赖清德，亦或是搞事的独苗说谢谢的司机，他们都是金融资本豢养的一次性政客。现在全球利益派实际上是同时站在中美俄三巨头的对立面的。那欧洲的情况呢，就不像北美这么乐观了。欧洲的保守主义势力随着宗教的彻底衰落，实际上对民众的精神世界是已经没啥影响力了。二战之后呢，发鸡蛋这个事儿就跟二战时做壁上观，甚至还有卷钱跑路的教堂没关系了。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利益派吸收选票的方式，就是在全球虹吸了利益之后，在国内搞平权运动，然后发福利，等同于发鸡蛋。于是呢，欧洲的右翼主张啊，其实除了反对移民这一点比较鲜明以外，很多跟宗教相关的，比如对于女性生育权利的限制、同性群体权利这些，他们是根本不敢提的。梅洛尼上台之后，时政理念啊，其实跟中左政府差异并不大。所谓欧洲的极右翼崛起，不过就是选民表达对现任国际利益派政府不解决实际问题不满的一个筹码。欧洲的选民思想的主流上依然还是追求环保啊、平权啊、多元化这些的。白左教可以催动颜色革命的变革，可以让一系列的欧洲国家民众为了难以加入欧盟这个代表了自由光辉的组织产生内部动乱，完全无视绝大部分加入了欧盟之后的后发国家愈发贫困的事实，可以让斯拉夫的汉子们兵戎相见，这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能够控制人思想的力量。但是现在啊，保守主义势力在欧洲别说搞动员了，其实连公开说一句咱们小政府低税收削减一下福利啊都不敢。这就是民意基础的威力。川普可以通过大美丽法案，但是欧洲的右翼敢唱原来的唱本，那就是无立锥之地的结局。这其实暴露的也是欧洲的精神世界被支持白左教的全球利益派牢牢控制着的现实。所以泽连斯基表态可以接受不加入北约，并且接受改选，很大程度上说明他已经沦为白左教的弃子了。那现在白左的政客们其实在保住的是已经吃到嘴里的俄罗斯那2000亿被冻结的资金，于是才有了欧盟理事会不顾各主权国家的否决权，通过了无限期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法案这一结果。可以说左派势力在欧洲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但物极必反，白左教现在这种以政治正确挟制整个西方精神世界的做法，多元化少数族裔和犹太资本的绝对正确，往往孕育的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隐忧。事实上，白左力量的极端集权和反犹势力的此起彼伏，就是一个说明。一旦欧洲的白左教再次被保守主义和宗教压倒，另一轮的清洗几乎不可避免。西方世界的精神博弈啊，始终困在旧神隐退、新神登台的千年轮回里。白左和保守主义的拉锯，资本与宗教的纠缠，不过是对唯一正确的执念换了层外衣而已。政治正确充当资本的遮羞布，宗教热忱为异端清洗提供借口。文明真正的进步实际上在祛魅和再次魅化中陷入反复的内耗。这场横跨了几个世纪的精神争夺战，贯穿了近代所有的政治演进历程，也暴露了一个文明的真相：脱离包容与务实的精神统合，只会让社会在极端的循环往复中反复撕裂。而文明真正的救赎从来不在某一种绝对正确的真理的神坛上，而在最人性本真的敬畏与多元共生的接纳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是能够打破这个死循环的唯一的解药。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